因为那次我们去的人少，就我爸、我妈、我媳妇儿，我们4个回周口了，然后他们那边去了7、8个啊，这不挺好吗？一家人吃个饭吗？啊，过去挺好的，是挺好，刚开始氛围都挺好，然后聊着聊着氛围就变了，咋了呢？因为就我爸喝酒，我得当司机嘛，然后开始灌酒，就拿着那分酒器开始喝，这个老孟我们也不会喝啊，我们喝一口，你喝完就这样。他说来我们周口我们就这规矩，然后咔人家喝一下，来你的抽了然后就这样，都这样7、8个人敬，搁谁受得了？好，这一圈下好嘛，这一壶将近3两吧，这接二连三抽2、3壶，我爸就受不了。我爸今年都62了，那年60，搁谁心里都不心疼，心疼然后我给媳妇儿说，我说了，你给你妈说，这边我们都该走了，这也差不多了。我看我爸喝了半斤多，也差不多晕乎乎的。然后我媳妇儿给他妈一说，他妈没说话，他大姨、二姨直接撂我媳妇儿一句话：“你小屁孩，你懂啥？你别管，这是大人的事儿，这个就是要给他干翻。”就那意思，当时脸就红了，就对我媳妇儿都吼了。然后我一听见这，我当时都恼了。我说你这明显了就是欺负人呢，我就看不惯这种人。你凭什么你欺负我可以，你欺负我爸我就不认了。人家是表示一个热情他太热情了，然后就接二连三的灌。他们那样的，一喝，干了他们还倒呢哈。我亲眼看见然后我媳妇儿也知道，关键他们是车轮战，7、8个男的对我爸一个。但是我们那天来这么多人，也是想表达一下重视。对，总比在街边吃点东西好得多，对吧？后来呢？后来这还没建成，因为当时喝多了没有聊成。就是说今天不聊这个事儿，不聊他俩在一起不在一起的事儿，不管不说，咱就先喝酒。然后后来又去开始开价钱，很简单，我们开什么价钱？就是说我要娶她，我得给她家钱。聘礼聘礼。都有。然后我们郑州那边的正常都是万里挑一，10001块10100这样比较吉利。然后他说我们这儿也是，我们这是百里挑二。俺爸说啥意思？120万起价，你开始往上添，然后还得有车有房，得写到他名下。主要还不是他父母说，是谁说的？是他二姨的丈夫二姨夫他说的。然后我说这事儿。为啥你来说？他说我就管了。主要是我是单亲家庭，然后，我是我妈养大的。对。然后我也是这些亲人养大的，他们是我衣食父母。听明白了，等于120万。对，还得有车，车有标准吗？车没标准什么车都行，几十万以上吧，反正。那还是有标准。对，落差比较大。从万里挑一。到100万挑二，那是真的不一样啊！后来呢？给没给啊？没给嘛，肯定不没给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这就是我比较人就是拔个面儿，按老百姓的话说，这走个过场就完了，对吧？后来我们就是说订婚的时候，就去他姥爷家。咋说了？就是到他姥爷家之后，他姥爷在那儿打麻将呢，在那儿玩了。他要欣欣嘛，然后欣欣的男朋友还有他这个公公婆婆都来了，你不出来啊？瞟一眼，继续打。连句话都不说，然后一打了半个小时40分钟，然后出来往那儿一坐，然后呢，这全程都是尬聊。我和他姥姥还有他小姨，今儿个天不错，可不了，今儿个太阳怪度没有啥云彩，就是了解这。整了半个多小时，这我爸全程的给他姥爷递根烟，他姥爷了，砰就一口，刚点着就吸一口，连扔了3根，然后我爸也不给他递了，爱吸不吸拉倒。然后他姥爷张开嘴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哼，恁是郑州哪儿农村呢？过来圈了媳妇儿，就张口就是看不起你你算老几啊你？你配不上我们家人。”全程他们全家人都是这样的一个对我的状态。听明白了？他希望我媳妇儿嫁给一个公职人员，政府机关，这种上班的有稳定工作的，不像我这自主创业还学的是艺术，然后干的还是艺术行业，他有点看不上。然后用他的话说，就是已经给他介绍了一个警察，然后他相中我这样的，说人家要啥有啥，要啥给啥，行，怎么地，听明白了啊？后来到底下了多少聘礼？我特好奇。没有给我家人，只给了我俩。对，只给了我们俩。给多少钱？
没有他们家人想象的那么少，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多。然后这个钱是用来我们两个自己这个装修房子呀、吃喝拉撒呀都有。说白了就没给人家下聘呗，给他妈了一点儿。一点是多少？按郑州的规矩给的，按周口的规矩打折给的。对，按郑州升级给的。哎，郑州升级是个什么规矩啊？给了2万嘛。你直接说就给人家下了2万块钱聘礼不就完了吗？那不是聘礼，那是就是我们去取的时候需要搁到篮子里头那2万块钱。臭小子，听明白了啊？他说的这些你能理解吗？能理解。是不是觉得有点受夹板气啊？有点吧。哎，真是娶了2年之后都没回家看看去啊？没有，不想啊，真不想。有啥事啊？真不想。那他心里会很难受吧？会，就是顶多就是我自己回去，然后去了之后，姐姐姐夫他们都在，然后哥哥或者是嫂子也都在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那家里面人会不会说，确实这小子是嫁错了？就是我一回去，他们就很热情的问：“诶，梦琪怎么没回来呀？”就是自从我们结婚之后，这个他们都不会再跟以前一样了，因为之前也是感觉我年纪太小了，毕竟当时候还没有毕业。谁知道我们院还有一个和他同班同学嫁给了比我还大1岁的那个哥，现在孩儿都比我们的孩儿都大啊！你们还有孩儿啊？啊，都有了，有了一个小女儿。女儿多大呀？1岁，刚1岁。挺幸福的，还可以吧？那你还嘚瑟？我没嘚瑟呀！你占尽了人家的便宜，然后你跑到这儿来诉苦，还是这么欺负人家？也不是，我不是说不愿意给他家和好，我是觉得他们咋说了，我愿意见和他妈他爸，我们都关系挺好的，只不过他非得让我回周口，他的老家见他那些群姨啊姨父啊，我不愿意。那为啥呀？就是因为他们没给过一次好脸色，从始至终喝喜酒的时候给好脸了吗？没有。喝喜酒的时候给了呀，你快给了。喝喜酒当天还搁那闹了，这不好那不好，这不好那不好啊！当时一点一点的历历在目了，你一点一点剜你的心。其实说白了就是看不好你，对，相不上你，没错，觉得你礼数不周到，不就这点事儿吗？还有就是觉得我太小，害怕耽误我学业，害怕以后不好找工作呀。遇见一个骗子怎么办啊？认为你是个骗子了？对，一直认为我是个骗子。现在还认为你是骗子？现在好多了。就是经过了解之后，就已经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儿。然后等到结婚的时候，也就都来了，也都看好我们了。后来也都开始希望我们能好好的。然后他翻车了。我跟我丈母娘关系很好啊。看吗？她来郑州啊。我妈不会开车，她每次想见小孩都得自己坐车过来，那车也特别挤，特别难受。你们咋不接一下？她不愿意回去吗？哎，就结婚以后和结婚之前，这男人变样了吗？结婚之前也没有感觉到，因为当时是我跟他一块儿力争要跟他在一起。然后我也跟他一块儿没有回家，但是结婚之后我就很想能2家人一块儿幸幸福福的吧。但是他都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回去。这爱老婆吗？哎呀，我没有不喜欢他父母，我就是不喜欢他娘家人背后的那群娘家人。你又不跟他们一起生活。是啊，那所以嘛，主任你说这句话说的特别对，我又和他不一起生活，我为什么要回去看他？可是他需要老死不相往来最好。他需要跟他们见面，他们曾经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帮过他，扶过他。对，难道我们不需要？他可以回去啊，我没有反对啊。你为什么不回去？我为什么要回去啊？最好的男人呢，首先第一点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委屈。你爱她说的很容易，但其实爱屋及乌非常难。你开始上台的时候，你说的那些哇啦哇啦哇啦，我就在一旁听着啊。尤其说到他姥爷把那个烟扔3次的时候啊，我就在想那个场景，如果是我跟我爹在那儿，我也受不了。但后来就越听越不对劲。其实你在说他们家那些人很没素质的时候啊，其实最伤心的是他。你看不起他的出生嘛？那我也在想，这么一群没有素质的亲戚，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知书达理，在场上表现得很娴静的一个女生？
因为一个人跟他的出生是分不开的。因为我不相信是那样的一帮亲戚能够培养出这样一个孩子，因为你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这些人在你的生活当中多多少少扮演了一些温暖的角色，很重要。我不相信你的姥爷和你的那些他所描述出来的，在他认为特别粗野的不讲道理的这些人，能够培养出你这样的孩子。我觉得他们内心深处应该是有自己的忠厚和本分。你的丈母娘老远跑来看自己的外孙女，主持人问说：“为什么要自己坐车来？”你媳妇儿都没有大声说，很委屈的说：“她不愿意接。”她都没有那样去指责她。我认为她母亲给她教育的涵养很好，她都没跟你吹胡子瞪眼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就看在这么一个低眉顺眼、小心翼翼的祈求你不要让他孤单隐之的，在那些曾经他的生命当中扮演温暖的角色的人面前，表现得自己过得不幸福，你都应该装孙子，都应该去，就为了他，不为了别人，你都应该去，难道不是吗？你口口声声说我很爱我的媳妇儿，我要让自己过得更好，让他们都觉得自己瞎了眼，其实我是个很优秀的人，有什么用呢？你连这一步你都迈不出去，你连这个头都低不了，我还渴望你能拍出什么不朽的作品？导演最应该熟知人性。